种下了自由的种子，让它改变每一寸土地，带走了故乡的尘土，扬洒在我每一寸脚印。前路漫长，却不离不弃。风沙吹我脸颊，越痛越向前而去。就让岁月抚平这痕迹，任水送走这别离，待我归来时再拥抱你。时光吹着赤脚的孩子，奔跑迎接着风雨，待我归来时花开满这天地。快，叫上史林同志，我们在这个窑洞里啊憋的时间太长了，我们出去转一转。德胜同志，我回来了。好啊，东兴同志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这次啊，你带领一支小分队深入敌后1个多月，袭扰刘戡、董昭，任务完成的很好，很好啊。都是德胜同志指挥有方，群众支持有力。如今啊，我们摆脱了刘戡和董昭，可以在小河村谋划大局了。是啊，走。洪总，看看谁来了？尚坤呐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啊，张国同志，哎呀，我跟你两个说啊，主席呢非让我把这封信啊亲自交到你和中军同志手里，具体呢我也不敢问噻。多大的事儿啊！电报里不能说，还让你亲自跑一趟。哎呀，那我看看吧。贺龙同志负责后勤。主席，你看看吧。小河村这个会啊，我不去了。贺龙同志负责后勤，这不就一个萧何，一个韩信吗？彭总啊，我看主席的意思是，把前线打仗、后方工作、联防军、地方工作，要重新调整部署嘛。而且，这已经是第2次专门来信让我们去参加会议了，还让尚坤同志专门跑了一趟。那你的意思呢？咱们得去。哎呀，听你的啊。好，那咱们就马上动身。走啊，好吧，动身，走。小张，到，把地图拿过来。司令啊，您不是刚看过地图了吗？废话，让你拿你就拿，快快快！哎，快点快点！我们现在在这里，
到了。司令啊，从来没见你这么激动过。还真让你说对了，我还真是有点激动。昨天晚上激动的我是一宿没睡好啊。自从开完七大到现在，已经快2年没有见到毛主席了。什么？我们是去见毛主席吗？当然了，毛主席，太好了！上班。哎，好嘞。跟上我，跑快点，马上就能见到毛主席了。驾！这里。主席呢？哎，贺老总，在里头。哦，哎，贺老总，你还不能进去。哎，贺老总，贺老总，德胜同志还得睡午觉，要不您再等等吧。我就是要趁德胜同志睡午觉的时候给他汇报工作。哎呀，我的毛大帅啊！没想到啊，把毛大帅堵被窝里了。哎呀，怎么了？我听说你胆囊炎犯了，血压还有点高。本来啊，我不想让你从医院直接过来开会的，可是我想一想啊，没有你，这台戏唱不成啊。只要德胜同志一声令下，我贺龙还有口气，就坚决服从命令。那，山西今年怎么样？收成还好吧？哎呀，跟陕北相比呢，情况倒是没有那么糟糕，可也是旱得厉害呀。不过现在看来，秋粮应该能收得好一些。难为你了，让你一个带兵打仗的将领，去管后方的工作，还要管老百姓种不种粮食。你以前当督军的时候，不管那么多事儿吧？是啊，那个时候就管着征粮征税，老百姓种地从来不管。德胜同志，司令同志，警卫团的同志向我报告，说是有人不请示、不报告，擅自过河。我一猜就是你。还有陈赓。哎呀，我这不是着急见你们吗？2月从358里过黄河的时候，我就恨不得自己也过河。这几个月真为你们担心呐。你想着过河到我们这边来，我想着赶他过河到你们那边去，可我和胡宗南谁都赶不动他。贺老总，我们到外面去走走，走走，走走，走。老总啊，中央决定，由你啊把晋绥和陕甘宁这2个地区都领导起来，形成一个统一的后方，支持西北野战兵团作战，拖住胡宗南，策应啊全国战场。好啊。当年汉刘邦能打败楚霸王，主要是得力于萧何的后勤保障。而今的陕北战场就缺少一个萧何来统一组织后方的保障。我想了想啊，非你贺龙莫属啊。我服从中央的安排。从军事上啊，留在陕北的部队，绝大多数都是你们晋绥的呀。这在古今中外的军事史上也是少有的例外。一支由你贺龙带出来的部队，交由彭德怀指挥，各级指战员不仅听命令，还能打胜仗。你贺龙真是带兵有方啊！这支军队是党的军队，党指挥枪，这是你毛大帅定的规矩。我贺龙第一个拥护。看您的意思，中央要在陕北下一盘大棋。这盘棋不好下呀，毕竟现在是敌强我弱，在这种情况下，
怎样摆布棋子，这是需要大智慧的。中央原计划陈赓纵队西渡黄河，现在啊，中央另有一个计划，就是让陈赓南渡黄河，直接到玉溪。调陈赓纵队去玉溪，这样不仅可以迫使胡宗南从陕北分兵南下，还能对刘邓南出黄河、跃进大别山起到非常重要的配合作用。陈赓的纵队不到陕北来，那彭总的部队还是少了些呀。既要和胡宗南20万大军周旋，还要保卫党中央，这个担子太重了，也让人不放心呐。我建议，立即让许光达带着第3纵队西渡黄河，增援老彭。好啊，我们贺老总顾全大局，为党和人民不藏一点私心。好啊，这样，为了让你也能放开手脚大干一场，我帮你啊配一个好搭档。谁啊？习仲勋。这个搭档好啊！这还是我们撤离延安之后第一次有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呀！危难中相见，格外亲切。这个时候，主席召集大家赶来小河，参加中央扩大会议，主要是为了讨论如何统筹全国战场的战略情况。现在呀，蒋介石伸出了2个拳头，一个拳头打陕北，另一个拳头打山东。那么现在，造成了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？2个拳头都伸出去了，并且被我们牢牢地攥住。那么他的肚子就空出来了。所以啊，我们以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主力向南出击，把战争从内线打到外线去，引向中原，引向江淮河汉国统区啊，调动敌人的部队啊，进行回援，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。这就是下个时期我们的工作重点。陈赓，到。刘邓大军现在准备挺进大别山了。蒋介石手忙脚乱，四处调兵遣将，进行围剿啊。胡宗南被老彭和仲勋他们牵着牛鼻子，困在了陕北，脱不了身。玉溪，敌人兵力困乏，这是个空子。现在决定，你不到陕北，马上挺进玉溪啊！主席，我可是准备过河勤王的，我看还是让我率部来陕北，配合彭老总打几场大仗，毕竟保卫党中央的安全更重要啊！陕北啊，地广人稀，积粮很少啊，我们不能再给本地的老百姓增加负担了。最近我们的西北野战兵团打了很多胜仗啊，所以我认为啊，他们完全可以应对胡宗南的军事进攻。同志们，我早说过，这个地方人民、地势均好啊，中央在陕北的安全完全有保障。本来老彭和仲勋就吃不饱，陈赓，你就别再来分一杯羹了。陈哥，你就放心吧，这儿有我王震呢。好，我听从党中央的安排。陈赓，让你出师玉溪是有战略意义的。你进入之后，应该放手发展，向东可以配合刘邓，向西可以配合陕北战场，牵制住胡宗南。你要
东西机动作战，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。这个我明白。洪老总在陕北敲打胡宗南的头，我在玉溪踢他的屁股。他是护着头，我就踢他屁股；他是护着屁股呢，洪老总就在上面狠狠地敲打他的头。陈哥，让你说对了，啊！为了配合你们挺进玉溪，我还必须先来敲打他的脑壳呀。下一步，我们的计划呢，就是攻打榆林，把胡宗南的注意力呢，彻底的给他牵制到最北头。这样一来呢，你们就可以趁其不备，挺进玉溪，给他的屁股狠狠的来一脚啊！报告魏主任，小河村发现新情况，电讯联络十分频繁。又是小河村？是。这上一次刘军长、董军长2队人马已经空跑了一趟了，这长官已经怪罪咱们办事不力了。你说万一这次要是又是假的，那胡长官可就更不待见咱们了。我觉得还是要谨慎些。这3个月啊，对方的障眼法让咱们上了好几次当了，谨慎点也好。反正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魏主任，前程重要啊！陕甘宁和晋绥2个解放区统一起来，我坚决支持。我们在陕北转战，西北野战兵团还有地方部队机关人员加起来有8、9万人员，要打仗要吃饭，光粮食1个月就要消耗将近1.6万担。2个解放区统一起来，压力倒是能减轻不少。晋绥也尽了最大的努力，可是还是觉得有些力不从心呐。过河之前，我们先开了会，大家都表态说，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努力保障前线。自从胡宗南进攻以来，边区缩小了，人口减少了，以90万养9万人，难以维持3个月，所以中央建议陕甘宁和晋绥2个解放区的后方要统一起来进行筹划，这样就可以大大的增强之前的力度。同志们，从撤离延安的时候，说心里话，我对消灭蒋介石集团的战争要打多久，心里没底啊。这个战争打了有快1年了，我算了一下，今年我们陕北战场只能是消磨胡宗南，到明年7月份，我们力争造成消灭胡宗南的条件。对蒋介石的战争，从去年7月份开始算起我看5年的时间就可以解决，这个完全没有问题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时间表，只限于我们内部大家说一说，就不要到外面去讲了。我们不能像蒋介石一样今天说3个月就可以消灭共军，明天又说6个月可以解决现在1年过去了，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越战越强不过同志们，我们还是要做好长期的准备，5年或者10年，甚至是15年，蒋要打多久都不是问题我们奉陪到底另外，各解放区必须抓紧土改，不搞土改，就会失去农民，失去了农民，就失去了胜利的保障。1947年7月21日至23日，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。这次会议对于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，
迅速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，有着重要战略意义。中央认为啊，如果不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，是很难支持长期的战争的。土改的紧迫性已经摆在全党同志们的面前了。主席啊，虽然前一段时间我主要是配合彭老总工作啊，但是土改这块，在我心里从来就没有放下过。仲勋，你在土改工作方面还是很有经验的。当年在陕甘边实施土地政策，你和志丹同志的很多做法还是非常好的呀。来坐。所以啊，现在把你暂时调离前线到后方去，就是希望你把土改工作尽快搞起来。我明白。其实，在胡宗南进攻延安之前，我们就搞了一些试点工作。当时的想法就是为了积累经验。但是当下的形势啊，变化太快了，情况呢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。我认为现在不仅有老区土改，还有半老区土改、新解放区土改，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、新的问题，需要我们去解决。看来早有准备啊！好啊，好啊，那就放手去干。有问题，咱们一起讨论。只有把土改工作搞好了，才能支持人民战争取得胜利啊！是。回去之后啊，我就马上召集西北局开一个紧急会议，把中央的指示传达下去。具体研究一下下一步的工作方案。仲勋，现在还有一个如何对待富农和中农的问题啊。你到了后方，和贺龙同志一起啊，把西北局和晋绥两方面的工作统一起来。另外，你还是西北野战军的前委委员，前方要顾，这后方也要顾啊。感谢中央，感谢主席对我的信任。您放心，我会认真落实好您的指示，努力处理好这些矛盾和问题。你恐怕要处理的矛盾不会少啊。这两位老总的脾气都不小啊，可是两个人又都抢着要你啊。不过我相信，有你在他们两个人之间，我就不怕他们骂娘了。您放心吧，主席，两位老总不会骂他。我会认真向两位老总学习，并且配合好他们的工作。好。胡长官，魏主任到。胡长官，什么事儿？关于小河村的事儿。哦，上次刘军长到小河村扑了个空，我怀疑共党又潜回来了。嗯。最近小河村的电讯联络非常频繁，卑职判断那里一定有共党的重要机关和重要首脑。魏大明为何不亲自来汇报啊？你撇开他独自来报，意欲何为啊？卑职不敢，卑职一心为公。好，你先忙去吧。小了，我们的侦察机也发现这一带有共军活动，但是规模不大。难道毛泽东真的在这儿吗？共军近期在中原地区正大规模集结，必然与首脑机关频繁互动。再一个，校长来电，一再催促寻找共军首脑机关和主力，力求决战。我们也需有所交代才好。不如让刘军长折返，回去探一探究竟。
万一将共党首脑一网打尽，也算大功告成。眼下我们绝不可错失任何一个机会了。也好，命令刘干再返小河村。再返小河村？我们人困马乏，缺吃少粮的跑了1个多月了，刚刚准备回延安休整，又让我们回去？军长稍安勿躁，这恐怕也是校长的意思吧？哪次不是校长的意思？军长，要是能将共党首脑机关端掉，一战可定乾坤，党国就无忧了。电报上也说了，董军长会策应我们行动的。好吧，军人嘛，服从命令。集合部队，立刻北上。是。德胜同志，刚刚得到的情报，刘戡的部队又北上了，我们小河村被盯上了，得抓紧时间转移。这里是东招部，这里是刘戡的29军，这里是整编第36师。可以说我们现在是4面楚歌呀。人家要回来，看来我们得换换地方了。还没有到风声鹤唳的地步啊！李德胜同志，火烧眉毛了，得赶紧指明个方向。我们还是按照原计划顺河而下，往东边榆林方向走啊！如此是躲开了刘戡，岂不是又遇上了董昭？就是这个意思啊！德胜同志，这可是敌人力量最集中的方向，危机重重啊！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勇气，给胡宗南来一个瞒天过海啊！这里，军长，这边请。军长，这边。军总，我让人仔细勘察过了，搜出了很多共军驻扎过的蛛丝马迹。这个大凉棚是新搭的，至少有近20人在这里开过会，周围还有很多新鲜的马粪，应该是刚离开不久。我不想知道谁在这里开过会，我只想知道毛泽东跑到哪里去了。我要人！据我判断，应该离此处不远。赶紧把部队散开，四处搜，一定要给我找到毛泽东。是，都跟我走。疾风和暴雨结成知己，然后把生命交给企鹅的土地。
镰刀与锤头结成兄弟，然后把生命交给血染的红旗。献去赤脚的足迹，献去英雄伟大的暴风雨，献去赤脚的足迹。史林同志，前方走死河战的我牛城了。好，继续前进。来，葛胜同志，前面就要到了。好啊。哎呦，习政委亲自下厨，咱们有口福了啊！你从哪儿弄的？马蹄沟镇，这是我从乡党手里啊专门抢来的猪下水，花了我4角钱。哎呀，来，快来吧！哎呦呦！哎呀，尝尝这酒劲！哎呦呦，好香啊！好啊！来，同志们，不光有肉，还有酒呢！哎呦，瞧，来，酒！哎呀，倒上灯！哎呀，这是镇上烧光来，河南市政府的烧酒。哎，王胡子，你怎么不给我倒啊？庞老总，你不是不喝酒吗？今天破格里不行啊！哟，彭总，今天喝酒了？对呀。破天荒。倒好，来倒上。来。那彭总啊，我先说2句。说，同志们啊，大战之前呢，我想先介绍一下榆林的情况。如果想打下榆林啊，我认为2个人最重要，一个是邓宝山，一个是马鸿逵。这邓宝山呢不想打内战，但是榆林是他唯一的本钱，他退无可退，肯定会与我们决一死战。而马鸿逵呢，虽然上次没交成手，自己就逃跑了，但是他的部队啊战斗力非常彪悍。我认为大家还是不能掉以轻心。是啊。我这儿还有一个新情况，也是中央的决定。钟旭，我来说吧。啊，好。哎呀，同志们，钟勋同志啊，接下来呢，不能跟我们一起去打榆林了。这么快？这也太突然了吧？突然吧，我也感觉突然。怎么办呢？啊，王胡子，这是中央的决定啊！中央决定啊，钟勋同志留下来，和贺龙同志呢一起来统筹后方的工作。但是啊，野战军的前北一直都要保留着钟勋同志的位置，这也是中央和军委同意的。来吧，我们今天一起给钟勋饯个行啊！哎，钟勋，来，钟勋，来，干了！哎呦，老总慢点，慢点！没想到今天这酒成了告别酒了。王胡子，哎呦，别这么沉重嘛，等大家打下榆林，咱马上又见了啊！来，快，动筷子尝尝！哎呦，快！来，亲自下厨，快！哎呀，怎么样？香，好吃，自下厨香啊，香点上啊！西汉的时候啊，有个萧何，刘邦和项羽啊争夺天下的时候啊，这萧何呢就留守在了关中。就是他保证了粮草和兵源，这才能使刘邦呢屡败屡战，最后直到把项羽消灭。要我说呀，我们钟勋同志啊，
比萧何那是强太多了啊！那是，没错，你看看，他不仅保证了我们部队全部的粮食，还有补给，他还是呢群众工作的典范，不得了啊！我们之所以能够屡次胜利，这跟群众工作还有这个军事斗争这是分不开的。这两个相比起来，那应该是5-5开。不，群众工作应该是6开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6开，没错。行了，彭老总，群众工作是必须是6开啊！来吧，没错。哎呀，来，我们一起来敬敬我们的习书记啊！来，彭总，你过誉了。这一杯啊，我得敬您，因为在您身边工作是我最大的荣幸。能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战友一起并肩作战，也让我受益匪浅。所以呢，我也敬大家，为大家壮行，敬我们并肩作战的每一天。荣军啊，虽然舍不得你，但中央的决定得服从。来，敬秦淮边战役，敬杨茂河战役，敬盘龙战役，敬三边战役，敬咱们西野。周军啊，我们大家呀，都舍不得你走，好好干，啊！是，来，干了，干！天立，众勋啊！老板，你派来了，快，里边请。好，老总，好。大老总啊，我们西北局大大小小的神仙可都在这了。早就知道你有实地调研的习惯，看来这支队伍又要壮大了啊！好啊，咱们今天就开个神仙会啊！快，快坐。那我就先开个头，来。小河会议决定，将晋绥军区重新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，由贺龙同志担任司令员，我担任政治委员，和贺龙同志一起统筹后方工作，全力支持野战军作战。下面我们就请贺龙同志传达一下小河会议精神。同志们，小河会议上，毛主席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决定，那就是不能等我军在数量上、装备上都超过国民党军以后，再进行战略进攻，应该抓住有利时机，立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。边区的工作思路和部署都要适应这一形势啊，所以中央决定把西北局和晋绥分局的工作统一起来，地盘大了，事情多了，问题自然也就增加了。怎么样加强党的领导，完成好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，这是我们的中心工作。后方工作，仲勋同志有经验有能力，现在咱们就请他来给大家讲讲啊。你快坐。贺司令将我的军，那我就讲讲我的想法。来，最重要的有3条：一是统一生产建设和金融贸易；二是加强对之前工作的领导，有计划地使用人力、物力、财力为前方服务；三就是要加强土改，从根本上去调动劳动人民生产之前的积极性。习书记，紧急电报。榆林没打下来，彭老总调头去打击胡宗南的增援部队，中央要求我们马上往晋绥转移，动静可以搞得大一些，给敌人造成中央机关东渡黄河的假象。事不宜迟，立刻组织同志们东渡黄河。告诉彭德怀，
让他放手打。告诉习仲勋，让他封锁这一带黄河的渡口，把所有的渡船都转移到黄河以东啊。我们不过河，也不让敌人过河。如果不过黄河，接下来的行军路线就要慎重考虑了。地方的同志熟悉地形，接下来怎么走，还要向县委的同志来了解。能联系到他们吗？这是仲勋同志留下的本本，上面写着嘉县县委就在离我们这里只有3里路的神泉堡。神泉堡，好啊，我们就到神泉堡。有地方同志，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摆脱敌人呐。乡亲们，辛苦了。张书记好。哎，老叔，你们是从哪个县来的？俺们是那个米子的。我是吴部的。哎，你是嘉县的张书记吧？我认识你，你到我村去过。啊，对，老叔，我也认识你，你是咱嘉县坑镇的吧？哎，前几次送粮的时候我见过你。哎，是了，我家开的那个皇帝多，收成好。我这回都是第4次来交军粮了。我这回来呀，还带了3头驴了。哎，嫂，省粮可不敢捐了，捐了可咋干活了？哎，共产党来之前，我家什么都没有嘛。现在只要能打败胡宗南，我什么都能捐。对着嘞，我是贫农，村上给定的是免征户，不用交公粮。可是村里头家家户户都捐粮食上前线了嘛，我也不能落户嘛。我挤我也要挤出去，这不，把种子粮我都捐了。老叔，种子粮肯定不能捐，咱捐了，明年咋种地？毛主席再三叮嘱，不管再困难，一定不能让乡亲们杀生灵，更不能捐种子粮，这些是咱老百姓的命根子。请你给毛主席捎个话，就是再困难，我们也有办法解决。现在一切为了前线，只要能帮助前线的战士们，我们就是再苦，我陕北的老百姓都能坚持，对不对啊？对。哎，是了，前线打仗的是咱自家的部队，总不能让娃娃们饿着肚子去打仗。我们都是自愿的，一定要捐。路边的小花在摇曳，摸一把泥土的温暖。当清风拂过我的脸，我回望的时候看见你。冬日走进了山，雪花划破眉间，留不下脚印和你的同伴。荒漠扬起的沙，狂风刺进双眼，却从未迷失的你的视线。你一定是看见未来我的笑脸，所以你燃烧自己，升起了炊烟，守着我的家园，抚慰每片屋檐，把眷恋化成了期盼。今夜我们的梦一定可以重叠，就像日出与大地的相见。每当清风拂面，你一定能看见每一个回望的笑脸。每